叶虾仁身为一名21世纪的工地力工，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搬砖、攒钱、娶媳妇。然而天不遂人愿，只因工有最佳推土机，一个不小心就被缠死。随着虾仁的魂儿就飘到了修仙世界，重生成一株毫不起眼的狗尾巴草。我尼玛怎么变成了一株小草啊！动也不能动，弯个腰都不行，这叫我怎么活？叶虾仁只感觉脸上热辣滚烫，骚味扑鼻，心中只万头草泥马飘过。居然被这头蠢鱼射了一脸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此时叶虾仁还不能张口说话，只能在心里自言自语：这里水池灵气四溢，莫非就是传说中的灵池？好充沛的灵气啊！瞬间就让我突破到炼气4层。大灰驴子竟然会说话，这还是地球吗？给我干哪来了？我来解释一下。姓名：叶虾仁，种族：杂草，灵根无，修为无，技能无，进化点0，储物无。恭喜宿主来到修仙大陆，正在为你绑定系统。由于宿主资质太差，基本告别进化可能。系统绑定正在终止，服务器已崩溃，终止系统绑定操作被迫终止。进化系统绑定成功。由于宿主太菜，赠送新手盲盒一个，是否开启？开启。恭喜宿主获得初级光合作用技能，接受日照1小时即可获得1个进化点。哇！只要晒晒太阳就能不断进化，简直比躺平还要躺平啊！来吧，阳光，为我加入光荣的进化！又死了！被2个人族筑基大修士发现，我会被抽筋扒皮。气草太甚了！喂，你们礼貌吗？疯老头，灭门之仇，今日定要你血债血偿！小浪蹄子，休得猖狂！若非老夫遭人暗算，境界低落，以你筑基好技修为，安敢出老夫孽灵？他这是打算自保金丹吗？天级炼魂幡，你怎会有炼魂宗的逆天法宝？女人，你有没有公德心啊？此时，叶虾仁发现脚下那块灵石闪闪发光。啊，这难道是灵石？他尝试吸收灵石中的灵力，灵石迅速变暗。我竟然获得了1个进化点，结丹一击，恐不如斯。柳如烟蹲下，抚摸着虾仁的头，他浑身一紧，连光合作用都停止。好奇怪的一棵杂草，也不知方才打架有没有踩到你。叶虾仁感觉后背升起一股说不出的寒意。你清高，你了不起！这座灵池可助我疗伤。死驴头，滚开！我还会再回来的。踢得好，最好踢死这头蠢驴。不行，这修仙界太残暴了，我得快点进化。偷看美女只会耽误我修炼，光合作用搞起来。宿主通过光合作用获得2个进化点，当前共拥有3个进化点，可将种族从杂草升级为凡草1阶。光合作用终极，每小时获得1.5个进化点，是否升级？升级。姓名：叶虾仁，种族：凡草1阶，灵根无，修为无，技能：光合作用终极，每小时获得1.5个进化点，进化点0，储物无。果然晒太阳就能升级。与其苦哈哈在工地做力工，不如当一棵草。但我没有灵根，这还修炼个毛啊！我好像看到了美丽新世界啊！酸鸟，我还小，我不懂。1个澡泡了2小时，
不怕皮肤起水泡吗？这里灵气缭绕，这棵小草却没一点灵气都没沾染到，好可怜啊！柳如烟大腿有点痒，浑身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感。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，或许这棵小草跟我有缘。既如此，我便赐你一滴甘露吧。获得圣女出路，30个小时内光合作用效果翻1倍，每小时获得3个进化点。很快1天就过去了，夜虾人通过晒太阳获得36个进化点，他全部加在修为等级上，终于突破到炼气半层。炼气半层什么鬼？是不是很高啊？炼气半层比炼气1层还低半层，但宿主已经半只脚踏入修仙世界。也就是说，本草干了1天1夜的光合作用，消耗36个进化点，连修仙的门槛都没摸到。宿主没有灵根，能抵达炼气半层已是天大造化，还要再接再厉，莫失仙缘。哪怕投胎成一棵草，我也不能辜负做草的一生。修仙路漫漫，让光合作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这是驴子还是斑马？贴脸输出！自诅咒你得尿结石，你不出来憋死你！我明明在你身上留了记号，怎么一点味儿都闻不到？把你臭嘴挪开！你似乎长高了一点，看来本座的精华对你大有好处。嘿，夜虾人目前还不能跟别人说话，只能在心里附和这头随地大小便的蠢驴。等我修炼有成，第一个弄死你！胯下之辱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当代工地立功夜虾人意外被推土机缠死，重生至修仙世界，变成一株平平无奇的狗尾巴草。但他不想草草了此草生，在各种机缘的加持下，开启光荣的进化。经过一番努力，他终于突破到炼气半层。可那头该死的驴子又不容易，直接送上胯下之辱。胯下之辱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本座现在炼气4层，我留下的记号不会再被轻易抹除。系统有没有刀？我要阉了这头蠢驴！检测到宿主愤怒值爆表，有自暴自弃的风险，可赠送基础攻击技能飞叶刺，每次摘取自身叶片，飞叶伤敌。飞叶刺果然好用，就是力度还不够。糟糕，我只剩下2片叶子，若全部摘掉，就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了。刚才怎么回事？居下3寸，像是被毒蝎子捅过。我操，中仗了！这灵池泉水能改变我的毛色，肯定能帮我快速消肿。畜生，安敢玷污灵池！好恐怖的威压！莫非是筑基大修士？消肿事小，保命要紧。怂逼，下次我必捅你个断子绝孙！这家伙仪表不俗啊，看来是世家子弟。柳师妹乃我云岚宗圣女，自视甚高，对我这个掌门清纯大弟子的求婚推三阻四，那就别怪我要上点手段了。嘿嘿，不仅我要自己看，我还要让宗门其他人都看到。以后你每次洗澡，我都可以躲在镜子后面看直播。嘿嘿，到那时候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脸在我面前装清高？我操，原来是个衣冠禽兽！禽兽，走路不长眼睛吗？给我挡着！与风老头一战，致我元气大伤，需在灵池里持续疗伤749天，方可痊愈。什么？49天免费看片？那我岂不是要爽上天了？等等，他的师兄在池边巨石里安放了镜子，说不定此刻正在偷窥，这是不想让我吃毒食啊！呀，又是你这棵小小草，我要沐浴了，你别乱动。糟糕！这该死的定力！他使劲用脸蹭柳如烟的大腿，再次吸引到她的注意。奇怪，你老蹭我大腿做什么？难道你是一棵公草？我是男人，不是公草。由于夜虾人现在还没有觉醒说话的能力，只能摘下身上仅剩的2片叶子，朝巨石射去。2片叶子射在镜子隐没的位置，石块落下，镜子显现。可恶贼子，竟敢在石头里暗藏镜子偷窥我洗澡！你知道是谁干的吗？哎，我忘了，你只是一棵草，但是你居然会提醒我，说明你已经开了灵智，而且心地善良。看人真准，算你还有点良心。可本草身上1片叶子都没有了，无法进行光合作用，这还进化个毛啊！灵水既然能助我修行，应该也能助你成长吧。
希望有一天，你也能长成参天巨草。嚯，一下就多了3个进化点。如此过了10天，圣女每天都来沐浴疗伤，并给夜虾人浇灌一些灵池之水。本以为要7期49天才能痊愈，没想到10天就泡好了。这灵池当真神奇。宗门急召，我得马上回去。小草，谢谢你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系统，给我兑换进化点。系统，给我兑换进化点。宿主当前共拥有40个进化点，可将光合作用技能提升至高级，返草1阶提升至3阶，或者使用全部进化点尝试冲击炼器1层。一直卡在炼器半层，早晚被人欺负死，不如梭哈一把。本草决定冲击炼器1层，使用全部进化点。恭喜宿主成功突破到炼器1层，激活元气滋养初级技能，可从周遭空气中提取灵力，滋养丹田，提升心液。夜虾人白天光合作用，夜间吸收灵力。3天后，光板无毛的躯干上终于长出了一片新叶子。我现在也是炼器1层的草了，只要勤加修炼，就没有人能够随意践踏。谁啊？走开了！咦，这根草居然踩不断！谁家的熊孩子，一点教养都没有！我堂堂炼器1层大修士，岂能受一个小屁孩的胯下之辱？对付这种熊孩子，夜虾人必须上点手段。只见他气运丹田，草须一震，小女孩就被弹开了，在地上摔了个恶毒吃屎。好讨厌的草，我要踩死你！踩死我！小草不发威，你当我是嫩草？哟呵！臭流氓！黄毛丫头还想跟我斗啊！唯一的叶子就这样被糟践，何时才能长出新叶啊？现在无人，赶紧到灵池中修炼一番。哎，这根草一片叶子都没有，居然还能活，长在灵池边，难道是灵草？吃掉你，说不定也能长修为。纳尼？喂，驴兄，我跟你物种不同，生之隔离，是我不长经验啊。夜虾人的付费，驴子自然听不见。靠！你吃粑粑了，味真冲，熏死我了。定。之前躲在灵池中偷看我洗澡的色驴是你吧？仙子在上，一切都是误会。只要仙子不嫌弃，我愿做你的开路灵犬。你是一头驴，不是犬类，而且还口臭，我可不要你。不过你能开口说话，还拥有炼器4层修为，看来是成了精的。本座就更加留你不得。摘了天灵盖，取了骨血炼丹，可好？求仙爷高抬贵手，留我驴命，本驴愿当牛做马。哼，当牛做马你还不配，你只配当驴。我的驴耳朵！开了灵芝的驴耳是制作凝气丸的好材料。这株小草与我有缘，凝气丸可助小草修行。知恩图报，简直是好赢呢！千万驴的耳朵培养一棵可尾巴草，气力太深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2个月后，我要去参加血色谷地试炼，最近无法分身照看你，刚好我的道场里天降一片原子土，灵力充沛，可助你修炼，你就跟我走吧。长在灵池边，天天被踩踏，遭老罪了。还是去圣女姐姐家里更安全。于是乎，柳如烟小心翼翼地挖出草，带回自己道场。恭喜宿主提升到返草5阶，原子土中蕴含的灵力果然充沛啊！我终于也是吃上好的了。姓名夜虾人，种族返草5阶，灵根5，修为炼器1层大圆满，技能光合作用中级，每小时增加1.5个进化点，飞叶刺初级，元气滋养初级，吸纳周遭灵气，充实丹田，催生新叶，进化点30，储物5。当代理工夜虾人重生到修仙界，万万没想到，他没有投胎成元婴大修士，却变成了一棵任人踩踏的小草。残酷的现实深深刺痛了他。夜虾人奋发图强，突破到炼器1层，又得云岚宗圣女青睐，带回宗门培养，只用了1夜就进化到返草5阶。盲盒抽奖功能激活，当前可抽青铜盲盒，每次消耗10个进化点，是否抽奖？抽一次要10个进化点，这尼玛有点贵啊！不过来都来了，抽一个试试。靠，怎么是夜壶啊？恭喜宿主抽到20个进化点，当前总进化点数为40，是否继续抽奖？都赚了10个进化点，
有点搞头啊！继续炒10个进化点， ，10个进化点，不赚也不亏。继续炒，谢谢惠顾。偶尔不中也是正常的。剩余进化点数为20，是否继续抽奖？小赌怡情，但草生在于梭哈，给我全部抽光！谢谢惠顾。系统别搞啊，这爆率有点坑爹啊！最后一发，抽到4枚元气丹，福祉可催生4片新叶，是否服用？不用。好，终于不再是光杆司令了，有叶子我才能使用飞叶刺。哎，试试我炼气1层大圆满的威力。吸收1颗中品灵果，宿主修为突破至炼气3层。爽！就在这时，尹俊清来到门口，依旧衣冠楚楚，一表人才的样子。如烟师妹在吗？这货一来，准没好事。圣女姐姐可要当心了。发现无人回应，尹俊清便自行进来溜达。咦，我记得树上有颗灵果呀，怎么不见了？此处怎会长一株杂草？原子土的灵气都被杂草吸了。鲜花插牛粪，简直暴殄天物！带我拔去这株杂草。拔出来我就死了！住手！你这衣冠禽兽！这似乎不是一棵普通的杂草，果然，此草灵芝一开，还拥有炼气3层的修为。不用怀疑，树上的灵果肯定是被你偷吃了。暴殄天物！我今日必斩草除根！我草民休矣啊！就在虾仁命悬一线之际，大师兄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柳师妹，我发现你的道场不干净，这株杂草刚刚偷吃了树上的灵果。如果没有重要的事，师兄还是请回吧。师妹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我花了50块灵石才搞到的定颜丹，只要服下，可保师妹绝世容颜永驻。靠，50块灵石很多嘛，没个1800块灵石也想舔到圣女。大师兄破费了，宗门1个月给我发2块灵石，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可受不起。堂堂圣女，1个月工资才发2块灵石，这个宗门也太抠了。师妹何必见外呢？你我的事可是掌门亲自定下的。不要脸的玩意儿！圣女姐姐看不上你，你还舔个毛啊，禽兽！狗杂草，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？小草是我培育的灵芝，望师兄高抬贵手。既如此，师妹好生休息，尹某告辞。小草竟然长出新叶子了，还突破到炼气3层。谢谢你刚才替我出手。上一世我花光积蓄，最后连女神的手都没摸到，好软，好舒服。贱人，若非你是身具罕见的空灵根，最适合于我的异灵根体质双修，小爷岂能忍你到今日？再过2个月就是血色谷地试炼，那时你若不从我必夺走你的空灵根。柳如烟将收集的药材和2只驴耳全部丢入炼丹炉，1个晚上就炼制出5枚凝气丸。为了应对接下来的血色谷地试炼，我需要闭关一段时间。这5枚凝气丹你且收好，每隔3天服用1枚，应该能助你突破到炼气5层。叶虾人当场服用1枚凝气丸，并将另外4枚收入储物袋。好了，我要去闭关了。小草，你好好修炼，快些长大吧。从来没有女生这么关心过我。我一定要快点提升等级，让自己强大起来。筒子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正常跟人类沟通啊？宿主只有进化到灵草阶段，才能觉醒语言天赋。你现在还是凡草，需先进化至玄草，再进化至灵草。尼玛，我看看凡草5阶，猴年马月才能变成灵草啊！不多想了，升级才是王道。于是半个月，叶虾人心无旁骛的修炼，做光合作用，吃光全部凝气丸，他感觉到非常充实，体内积攒的灵气快要把他撑爆了。系统，我感觉我要爆了。检测到宿主体内灵气充盈，已达到升级标准，是否马上升级？升级！恭喜宿主一举突破到炼气7层，修为抵达炼气中期境界。嚯，猛猛升级的感觉就是爽啊！我现在有多少个进化点了？得益于凝气丸和原子土的加成效果，你每个小时可积攒5个进化点。当前总进化点数为903。我操，
终于能打一场富裕仗了。宿主可以用进化点提升返草品阶、技能等级，或者盲盒抽奖。且由于宿主已达练级中期，解锁白银盲盒，奖励更加丰富。白银盲盒一个多少钱啊？100个进化点可兑换1个白银盲盒，当前总共可兑换9个。竟然要100个进化点！筒子，你打劫是吧？撒尿，还是稳健一点，给我兑换300个进化点，提升返草品阶。300进化点已兑换。恭喜宿主提升至返草8阶，突破10阶有概率激活终极飞叶刺，威力更猛。是否继续升级？继续升级。300进化点已兑换，恭喜宿主提升至返草9阶。300进化点就给我提升1阶。筒子，你家开黑店的吧？不管了，想成功先发疯，草生在于梭哈，继续给我冲！300进化点已兑换，剩余进化点数为3个。恭喜宿主成功突破到返草10阶，叶子可解百毒。恭喜宿主解锁终极飞叶刺，射程翻1倍，威力增加2倍。说话算数，不错。宿主撞到大金元，飞叶刺攻击附加燃爆效果，威力将增加3倍。加赠爆体丹1枚，可给金丹初期修士致命一击。果然是好筒啊！爱你哟。姓名叶家人，种族返草10阶，叶子解百毒，灵根5，修为炼气7层，技能光合作用终极，每小时增加1.5个进化点，飞叶刺终极，附加研爆效果，元气滋养初级，牺牲周遭灵气充实丹田，催生新叶。进化点3，储物爆体丹。就在叶家人享受升级的喜悦时，柳如烟突然回来了。只见她面色苍白，情绪低落，唇角还挂着一道鲜血。什么情况？本想这次闭关一举突破到结丹期，哪曾想关键时刻被一只七尾蜈蚣咬了一口，导致我身中剧毒，结丹失败，境界低落到筑基中期。看到圣女遭逢大难，叶家人很是揪心。血色谷地试炼在即，必须尽快将毒素逼出体外，不然我的境界还会跌落。我10阶返草的叶子能解百毒，试试看。叶子灵气精纯，看来小草这段时间又有精进。叶子的解毒效果真不是盖的。师妹，近日可还安好？可恶，趁我受伤时候找上门，准没安好心。看来那只七尾蜈蚣，还有灵池边镜子，多半是大师兄搞的鬼。唉，难不成被小蜈蚣咬了一口就一命呜呼了？见柳如烟迟迟没有回应，尹君清准备闯入他的房中一探究竟。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，给我研爆！狗曹操，你暗算我，老子今日必斩你！必斩你！住手！师妹，你没事就好。我是听说你练功差点走火入魔。七尾蜈蚣是你的手笔吧？师妹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不过你闭个关，修为不涨反跌，这在我云岚宗也是少见。他突破到了筑基后期，若是今后强迫我，该如何是好？既然师妹无碍，我便放心了。我是专程过来通知你，血色谷地的试炼提前了，就在5天后。提前了？血色谷地危险重重，修士们为了抢夺宝物机缘，不长时间也会大打出手。现在你修为跌落，不如跟我组队，做师兄的罩着你。柳如烟自然知道下瀑布有很多危险，但她非常不喜欢尹君清，内心犹豫起来。我只是去寻几味药材，不碍事的。装什么清高？到时候小爷有的是办法炮制你。柳如烟本想一举突破到结丹境，那样就不必参加血色谷地试炼。此刻境界跌落，到血色谷地寻找机缘，是他快速突破这结丹境的唯一途径。看来有点棘手，我该怎么帮到他？小草竟然炼气7层了，方才你送我的3片叶子非常管用，我体内的毒已经清理干净了。
好想一直这样躺在圣女姐姐手心里。他把手抽离，转身回屋继续修炼去了。师妹在吗？师姐唤我何事？过2天就要参加血色谷地试炼，你我现在只有筑基中期修为，各自为战，恐怕凶多吉少。不如我们合练一套玉女心经剑法，若遇见筑基后期修士，也有一战之力。玉女心经，好耳熟啊！柳如烟当即答应。他2人合练玉女心经，功夫相当的默契，短短3天就炼制小成。我靠，这么猛的吗？唉，我什么时候才能修成人形，和圣女姐姐合体练玉女心经啊？尹俊清那小子现在狂得很，后天进了血色谷地，他若再非礼你，我们就砍死他。我晓得，整个云岚宗也只有苏倩师姐和这株小草对我最好。为保万无一失，我还得再炼一些丹药。好想跟他们一起下副本。叶虾人没体验过副本，一想到可能很多天都见不到圣女，他心里就空落落的。他从原子土中挣脱出来，才走几步就饿得要命。果然小草是不能离开土壤的，我还是抓紧时间修炼吧。经过1天1夜的疯狂修炼，叶虾人感到充实又疲惫。正当他想打个盹时，天边突然黑云密布，爆起一道惊雷。今天白日打什么雷，把我的丹全毁了。那是什么？恭喜宿主撞见七彩祥云，获得大机缘，赠送极品分身符1张。宿主可分离出1具分身，维持时间7天。分身实力与本体相当，能大能小，可分享携带者的经验点。嚯，真是瞌睡来了地枕头啊！系统，我现在还有多少进化点？这5天累积的进化点数为300个，可尝试进化到凡草11阶，或将修为提升至炼气7层，成功率均为50%。居然不是100%成功。等级越高，升级越难，但每一次升级失败都会提高下一次的成功率。看来我已经出了新手保护期。系统，给我全部兑换白银盲盒。已为宿主兑换3个白银盲盒，是否抽取？抽。百草枯，极品毒药，服吃即死，触之即残。靠，坑爹啊！第2天清晨，柳如烟向小草道别，虾人取出分身符，变出1具分身。你会分身法？也好，你是我的小福星，有你在，我便更有底气了。他取了一小块原子土，捏在虾人根部，再把它放在腰间。师妹，你来了。人都到齐了。血色谷地每隔60年才开启一次，结丹期以下才能进入，里面生长着辅助结丹的药材，还有妖兽。我们最好组队一起行动。我没问题，一切听大师兄的。尹俊清的眼神瞟向柳如烟。我看情况，毕竟每个人各有所需。圣女的架子就是大啊，你就一个人自生自灭去吧。谁敢对圣女不敬？没想到越国二皇子殿下也来了。10年未见，如烟圣女出落得更加水灵了。堂皇子原来也当天后，我瞧不起你。那只偷看我洗澡的色驴，竟然还活着，还突破到炼气11层。叶虾人草皮一震，非常担心小魔女和那头驴要了自己的草命。他麻溜地躲到柳如烟后腰。仇家升级都那么快，要是被他们发现我的存在，我就死定了。二皇子都来了，本次试炼当真是越国4代修仙宗门的一场盛会。我丑话说前头，我要的东西志在必得，甭管你是什么皇子圣女，谁跟我抢，我就要谁的命。炼魂宗行事果然霸道，我就是好奇过来凑个热闹，不会跟大家争抢。家里有矿的人活的就是轻松。这些人大多筑期中期以上，我刚刚筑期，辛苦你了，活下来才有一种出路。血色
色谷地开启，落地的位置完全随机，7日之内抢到什么机缘，就各凭本事吧。师妹，我们也进去吧，进去之后再找机会吗？这潭水看着就有点诡异，不知潭中有没有机缘？这种深潭还是躲远一点。这鱼面目凶恶，从来没见过，隐隐有筑基后期的实力。你就说嘛，深潭碰不得。做100多年没吃过人了，嘴里弹出鸟来，细嫩肉一定好吃很。看样子是命中食人鱼成精了。小姐啊，你不是我对手。血色谷地果然凶险，浪不了一点。这鱼骨应该是制作上品武器的好材料，此镜或可炼制成火结丹器的本命法宝。由于携带者消灭食人鱼，宿主同步分享经验，获得600个进化点。可是2副本麻烦，纯纯躺着。宿主可以尝试突破品级，或提升修为境界，或兑换白银盲盒。600进化点根本不够我突破的筑基期，不如全部抽奖，说不定能开出爆体丹那种逆天道具。全部兑换盲盒，成功兑换6个白银盲盒。谢谢回复，获得40进化点，5进化点。尼玛，我现在有点后悔了。恭喜宿主开出大机缘卡1张，毕竟能有30%概率撞见大机缘。开出中品特效符1张，可换换迷雾、火焰、乌云等特效，使用上下为2次。开出造化丹1颗，可将品级由凡草提升至玄草。提升，快提升！只见夜虾人浑身冒金光，一下就跃升至玄草1级，他感觉自己更强壮。姓名：夜虾人，种族：玄草1阶，叶子解百毒，灵根5，炼器基层，炼器中期境界。技能：温和作用，终极，每小时增加1.5个进化点，飞跃刺终极，附加研爆效果。元气滋养初级，吸收周遭灵气，充实丹田，催生新液。进化点45，储物爆体丹1枚，可给金丹初期治兵1级，百草枯1瓶。中品特效符一限2次使用，大机缘卡以仅限密件内被动使用。发了，我感觉我又想交出刚才那把白剑，我饶你不死。嚯，筑基初期也敢来叫板，摘茄子也不看看我嫩。大胆！是灵池边上那棵狗尾巴草，没错，就是你。哼，暴露！炸死你！小小年纪，心肠却如此歹毒。我刚才只用了30%力，交出白剑，饶你一命。数死猖狂，乾坤无极，降魔剑法。好，这才有点筑基中期大修士对筑基初期的碾压力。怎敢伤我师妹？一取死之道！半步金丹，恐怖如斯，撤退！大师兄，他手里有一把白剑，我看上的被他抢走了。先到先得。修仙界弱肉强食，别以为你是越国修真界第1名，我就舍得杀你。炼魂宗是魔道3大派之一，杀人抽魂、炼制傀儡，手段毒辣，看来只能放手一搏了。这是我炼魂宗的重宝灭魂幡，却被你从天级法宝糟蹋成地级，你可以去死了！且慢，说少主，手下留情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也好，我便将你们一起灭了，炼成尸骨地。你我同为筑基后期，当我怕你不成？你还差得远呢。这是要火并，赶紧开塔，老子还等着捡造化呢。韩兄好自在。防道友，你也来了。捡漏这种事，你怎么好意思一个人独吞呢？这个大师兄好菜啊，又菜又爱玩，啥也不是。本来想在六师妹面前好好表现一番，没想到卓王林这么强。万一输了，这让我以后还怎么在云南立棍？
其实之所以是上层，卓少主，我是来探宝的，不是来打架的。打不过要找借口。云岚宗年轻辈的都是些废材，我拼死一战，你肯定讨不了好，反倒是便宜那些看戏的家伙。韩非与房元、武炫等人一直没有来，说不定正躲在犄角旮旯里看我们火并。你让柳如烟归还灭魂幡，还有我师妹想要的那把剑，此事便罢了。不打了，没劲。先让姓卓的嚣张几天，早晚弄死你。师妹，灭魂幡原本就是烈魂宗的东西，还给他们吧。至于那把剑，拿出来我看看。怂包长得胆！二位新牌好兴致啊！二皇子也来凑热闹，小心溅你一身血。吐他几个！灵光内里却隐隐有一股强大杀力。果然好剑，没想到师妹刚入秘境就有此等机缘。有命挣也要有命花。我们都不是卓王莲的对手，若因这把剑牵连同门被杀，不值得。柳如烟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打算把剑交出去，却被苏倩拦住。好不容易得到的宝贝，岂能拱手让人？你我合练的玉女心经也有一战之力。苏倩师姐当真有种，比那个小白脸大师兄强太多了。打起来了，又打起来了！最后同归于尽，便宜老子捡造化，灭魂幡、白剑我都要。剑则有份，两个臭屌丝啊！柳如烟和苏倩合体方大招，依然难敌卓王莲，还被抢走了灭魂幡。大师兄，杀了他们！让你们见识一下灭魂幡最正宗的用法。今日便抽你们魂魄，血祭灭魂幡。好恐怖的威压！这阵仗，筑基期法宝能做到？灭魂幡在卓王林手里，光有金丹初期的威力，非我等所能力抗。云岚宗两位书吏，怕是要陨落在灭魂幡下了。若不是我境界跌落，这黑气根本奈何不了我。别挣扎，乖乖让本少主炼化你。想抽取本草的魂魄，有取死之道，放弃丹。这怎么可能？有点意思。好胆，竟敢毁坏我宗重宝！狂杀漫天的特效，也不胜你撤退。实体狂杀启动。师妹，你自求多福了。牛逼啊！定是有高人出手助我们脱困。高人就是本草，可是我们的法宝都被吸入灭魂幡里了，抢回来！漫天狂杀之中，柳如烟一连射出数张爆炸符，冰冻符、定身符，却无法按住。雕虫小技也能班门弄斧。系统还有什么道具可以用？还有一瓶百草枯，福之即死，处之即残。那就给他吃点好的。大师兄，你怎么了？这是什么毒？简直魔道还魔道！撤退！请问是哪位高人出的手？小女子感激不尽。小草，刚才是你出的手吗？这株草只有炼气7层的修为，怎么可能打败半步金丹？女人，你真服气。不过我原谅你的服气。怎么光秃秃的，连一片叶子都没有？为了拯救你们两个女菩萨，我身上的叶子都好光吗？宿主因行救美成功，奖励修为提升至炼气9层，奖励500进化点，当前进化点761，是否使用？使用全部抽奖，成功兑换7个白银盲盒。恭喜宿主开出50进化点，90进化点。谢谢惠顾，谢谢惠顾。下品淘宝符2张，速度加20%，攻击力减10。谢谢惠顾。逃跑符还行吧，毕竟活着才有输出。恭喜宿主开出1包元气丹，内藏15粒元气丹。啥也不说了，筒子，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义父。虾雷一口气吞下全部15粒元气丹，重新长出6片新叶。新叶比之前更结实了，威力肯定也有提升。恭喜宿主，光合作用提升至高级，每小时可增加3个进化点，元气力量提升至中级，吸纳周遭灵气的效率提升2倍，每小时额外增加3个进化点。哦吼，这比搬砖当立功强多了。就是不知道我的大机缘卡
什么时候能够触发大机缘？炼制凝神丹和降尘丹所需的安幽草、绿晶，就长在这条地下暗河里。有了它们，结丹成功的概率至少增加50%。这就是安幽草吧？对的。绿晶在哪里？古书记载，暗河里生存的河蚌能够凝结出特殊的绿晶，不过这种河蚌数量极少，也不知咱们有没有这种机缘。有人？谁在那里？柳师姐、苏师姐，别打了，是小弟我呀。七玄门的韩飞宇，这个逼怎么会来这里？难道也是来寻找辅助结丹的材料？你们别误会，我看筑基初期，离结丹还远着呢。我是在外面遇到迷雾，跟门人走散了，误入此地。这番说辞听起来就很假。二位师姐若不嫌弃，请让在下与你们同行，万一遇到情况，相会也好有个照应。越国4大派属七玄门最弱，他才筑基初期，威胁不到我们，让他跟着也无妨。韩师弟，你就跟着我们吧。虽然我重生不到2个月，对修仙界的残酷无情、丛林法则却深有体会。圣母心最要不得。3人结伴同行，走了半日，沿途搜寻河蚌，一无所获。血色谷地的资源所剩无几，暗河里1只河蚌都没有。前几届参与试炼的修士太贪婪了，竭泽而渔。除了此地，难道没有其他途径获得绿晶吗？别的地方早被抢光了。修真界也卷得要死啊！这条暗河似乎绵延不尽，越走越瘆得慌。我们还是速速离去为妙。只能这样了。是吸血蝙蝠！啊！该死，怎么撞上这种鬼东西？我的灵力所剩不多了，再这么耗下去，我们都要死在这里。这个韩飞宇鸡贼得很，根本没使全力。韩师弟，别保存实力了，有什么杀招赶紧都使出来。师姐说哪里话？不过韩某确实还有一样宝物，但只能使用1次。别墨迹了，赶紧的。苏师姐当真是个急性子。这小绿瓶有点眼熟啊，是我见过的那个小绿瓶吗？这个小绿瓶看起来平平无奇。关键不在小绿瓶，而是瓶中的3光神水。啊！这3光神水专克阴雾，吸血蝙蝠生长于暗无天日的暗河谷底，最惧怕3光神水。韩师弟还真是深藏不露，在下也是偶然所得，就这么一点，全糟蹋了。这波属实亏麻了。暗河好危险，我们赶紧溜吧。走。这是拔地施功，3阶妖兽，实力堪比筑基后期。我操，要死了！别慌，我们3人联手，也有一战之力，把所有看家本领都使出来。想进来捡个漏，这下倒好，一点好处没捞着，还把多年积攒的存货都倒贴出去。这两个女人丧门星，看来只能启用我老韩家祖传的遁地符了，留下这2个女人牵制无功。那小子跑了。2位道友，韩某先走一步。胆小鬼，以后别叫韩飞宇了，叫韩跑跑。别管他了，想想怎么打败这只蜈蚣。我也没有多少灵力了，无法合地使用御影心经。糟糕，这是要团灭的节奏，走哈了！蜈蚣进入狂暴状态，已达4阶妖兽，结丹初期的实力。尼玛，蹦大忙了！分头跑！怎么老追圣人？难道蜈蚣也好色？大机缘卡被动触发，恭喜宿主获得极品道具逆爆珠，使用飞跃刺，暴击力加100%，暴击伤害加500%，额外附加雷电效果，可令被攻击对象在10秒内无法移动，冷却时间180天。嚯，爆率100%，还有定身效果。可是我的叶子刚刚拔光了，无法使用飞跃刺啊！叮，大机缘卡触发连击效果，新叶加3片。草生在于梭哈。这100%暴击，4阶蜈蚣也得凉凉。小草，你竟然能打败4阶妖兽，简直不可思议！
你又救了我一次，该怎么感谢你呢？你的原子土提升了我的进化速度，这份恩情我不会忘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圣女竟然跟我一根狗尾巴草贴，这福利太值了！小草，快长大吧，也许有一天你就能跟我说话了。上辈子，虾仁是个被绿的工地力工，没想到重生成草，却有机会一亲圣女芳泽。他多么希望时间永远停止在这一刻。4阶妖兽的妖丹蕴含强大妖力，可用来提升修为。哎，竟然是绿晶，而且是质地最纯的那种。看来我结丹有望了。你这波赚大了！宿主面纱4阶拔地施工，奖励1000进化点，奖励3光神水1瓶，纯可格雷衣物，奖励品级提升至玄草3阶。哼！当前进化点总数为1143点，建议全部用来提升修为，冲击炼气后期。同意。我感觉我现在强得可怕。师妹，那条蜈蚣没追上你吧？蜈蚣死了，4阶妖兽都被你打死了。什么？你一个筑基中期能打败4阶妖兽，闻所未闻。骗鬼呢！柳如烟，你伤我师哥的眼睛，必须给个交代。恶人需要恶人磨，他活该。报此仇，我誓不为人。仇恨值都被圣女吸走了，报仇应该找我呀！血色谷地早就被掏空了，这次试炼纯粹浪费时间。我差点把小命丢在里面。好在你们都全身而退，血色谷地200年内不再开启。3个月后，苍冥府的鬼母地宫可能显示，元婴之下皆可入。又有新副本。鬼母地宫是结丹修士的主场，筑基去了当炮灰。去与不去，诸位自行决定。虾仁从一棵普通杂草变成炼气12层的玄草。我现在白天晒太阳，1小时增加6个进化点，夜里吸收灵气也可以长进化点，1个月就攒下2600进化点。筑基期，我来了！冲！他一口气用光所有进化点，修为等级却不见任何动静。还在12层，怎么搞的？啥？圣女姐姐终于重回筑基后期了。小草不但长高了，还有8片新叶。1个月过去了，小草为何还卡在炼气12层？我也纳闷啊。这是用拔地施工的内丹炼制的顶级凝气丸，定能助你突破至筑基。圣女姐姐对我实在太好了。虾仁吸收了凝气丸，内体灵力澎湃，就差暴食而亡，但修为等级却毫无动静。怎么回事？系统出来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解释就是宿主资质太差，杂草无灵根，必须找到适配的水木双灵根，吸收进体内，方有破境之可能。还要寻找水木双灵根？你干嘛不早说啊？我辛苦积攒1个月的2600进化点全打水漂了，你赔给我！你也没问我呀，一声冲，一把就梭哈光了。尼玛，还能不能做朋友？小草天生地长，日夜汲取天地灵气，难道修炼还需要灵根？看来只能去苍冥海的鬼母地宫碰碰运气了。鬼母地宫听名儿就不是啥好地方，而且那是结丹修士练级的地方，你确定要去？耗尽所有滤晶，也才侥幸炼制出2颗降真丹，希望能结丹成功吧。50天又攒了3000多进化点，手实在有点痒，不如抽一波。谢谢惠顾，10进化点，谢谢惠顾，30进化点，9进化点，谢谢惠顾。靠，筒子你玩我呢？草生在于梭哈，抽！虾仁哭一顿猛抽，最终抽到初级分身术，可获得1具分身，持续时间1个月。分身与本体实力相同，能共享经验。虽然代价有点大，但是筒子，你懂我。有了分身术，圣女姐姐去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。我操，又要搞大动作！哟呵，成了！师妹，短短2个月，你竟然结丹成功了！你也到了筑基后期，要不是从那条蜈蚣身上取到滤晶，我也没可能一次成功的。再过10天，苍冥海鬼母地宫即将开启，你现在有资格去了。师姐要同去吗？筑基后期，在结丹修士眼里皆是蝼蚁，我去了，只怕凶多吉少。也好，
若遇见有助于结丹的资材，我会帮你收集的。太劳烦你了，师妹。如烟见过掌门师伯。如烟师侄和俊卿双双结丹成功，我云岚宗可谓双喜临门呐！此乃天意，天作之合。光听这话，老登没憋好屁啊！俊卿乃我门下大弟子，资质卓越，与你甚为般配。不知掌门师伯，请打住！双修道侣一事，万难从命。许是柳师妹心中另有所属了，我配不上她。我上次闭关冲击结丹，被七尾蜈蚣咬伤，导致境界跌落。尹师兄就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我不懂柳师妹在说什么。莫非此事真与俊卿有关？但你柳如烟心高气傲，屡次拒绝提亲，老夫的面子要不要？是该敲打敲打你。掌门若无他事，我这边告辞。等等，听说你打伤了卓王林一只眼睛，他老爹是炼魂宗宗主卓天，元婴中期巅峰，云岚宗惹不起，我需要你亲自去道歉，顺便把明清灵乳送过去，此乳可助他恢复视力。什么？炼魂宗乃越国最强修仙势力，不可轻易得罪，所以你必须去。怂逼！柳如烟犹豫片刻，最终还是答应。他的空灵根修炼起来就是快呀，你若是与他双修，或可早日抵达结丹后期，甚至有机会突破元婴。无论用什么手段，我必须把这个贱人收入胯下。瘴气有毒！畜生，住口！吃了我的叶，这点毒瘴便奈何不了你。小草，谢谢你。想我堂堂结丹修士，刚出门就差点被一条蛇吃了，说出去可丢死人了。柳如烟靠近那团奇异绿光，发现是一根2尺长的树根，看起来平平无奇。她正打算捡起来看个仔细，树根突然变成一只大公鸡，足足2米高，仰头叫了起来。我勒个丢！感情是小树林里藏了只鸡，还是公的？是何人打扰本座清修？我的小蛇蛇，谁干的？这只鸡怕不是有失心疯吧？颠三倒四，竟然是只筑基后期的鸡！大鸡哥、鸡兄、鸡道友。柳如烟修行40载，头一回亲眼目睹公鸡也能修炼，真是小刀拉屁股，开眼了。公鸡修炼公鸡，公鸡中的修炼鸡。人类，我的毒物子杖专克人类，元婴修士来了都得跪。你不过结丹初期，竟然一点事儿没有，怪哉怪哉！鸡道友，我只是碰巧路过，并无恶意，我这就走。当本座这是鸡圈吗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鸡道友有何指教？当然是给本座吃掉。鸡类修仙当真不同凡俗，筑基后期并不输于人类结丹初期的实力，可惜还没时间将这把白剑炼制成本命法宝，威力只能发挥3、4成。技能冷却中，剩余时间97天。靠！我差点忘了，你抱住 CD 时间半年，是用叶子硬拼一把。生我毛！美丽的人类，可耻的人类！我是草，不是人类。很快你就会变成一只大烧鸡。一只妖姬也敢猖狂！3彩锁妖阵开！一个破阵，妄想困住本仙姬。等边三角形最是稳固。耶，圣女这个古代修士也知道等边三角形啊？莫非他是穿越者？大公鸡被困在阵中，足足烧了1个时辰，灵力接近枯竭，鸡毛所剩无几，浑身散发出烤鸡翅膀的味道。你们人类修士真凶残，不带这么欺负鸡的。公鸡阳气最足，是毒蛇、蝎子、蜈蚣、蟑螂诸多邪物的天敌，不如收起来驯化成灵宠。我不要做你的灵宠，鸡可杀，不可辱。那便如你所愿，杀鸡取卵。你不要过来呀！你是一只鸡，没有鸟。3息内做出抉择。现眼缺开路灵犬吗？将你一缕分神入我禁神盘，从此供我驱使。若生反叛之心，我随时能捏碎你。大公鸡不情不愿地交出一缕分神，随后变为普通公鸡大小，一脸不甘又无可奈何。给这只鸡取什么名呢？要是小草能修成人形就好了。这小鸡儿给你当做祭。我就知道圣女姐姐一直想着我，等我修炼成灵草，我就能开口和你说话了。至于修成人形，恐怕要等到化神级别。想到了，你就叫如花吧。如花姐，好名字。如花，我不要。
宿主协助柳如烟降服妖姬，奖励90进化点，奖励下品凝气丸38颗，奖励上品金刚符1张，金刚符可升扛结丹后期修士之灭一击。嚯！当前总进化点数为377，是否使用？我如今卡在炼气12层，这些进化点、凝气丸先攒着，关键时刻再用。姓名叶虾人，种族玄草3级，叶子结百毒，灵根无，修为炼气12层，技能光合作用高级，每小时增加3个进化点，飞叶刺中级，附加燃爆效果，元气滋养中级，吸纳周遭灵气的效率提升2倍，每小时额外增加3个进化点，分身术初级，可获得1具分身，持续时间1个月，分身与本体实力相同，能共享经验，进化点377，储物，下品凝气丸38颗，上品金刚符1枚，可升扛结丹后期修士致命1击，中品特效符1张，剩余1次使用，三光神水1瓶，专可鹦鹉密宝珠，使用飞叶刺，暴击率加100%，暴击伤害加500%，额外附加雷电效果，可令被攻击对象在10秒内无法移动，冷却时间180天。也是好起来了，攒了这么多宝贝。干什么的？云岚宗柳如烟有事求见炼魂宗大长老。大长老正在闭关，不是你想见就能见。听说你们少宗主在血月谷地受了伤，我云岚宗有疗伤圣药，兴许能派上用场。2名低阶弟子感到意外，让他先等着，很快便叫来了小魔女。短短3个月，你竟然结丹了！你也不慢啊，记得在血月谷地时，你才筑基初期。哼！小心！惊魂刺！柳如烟白刃一挥，击破神器，红刺掉成这线小魔女，吓得小魔女仓皇逃避。小小年纪，心肠竟如此歹毒！你毒瞎我师哥的眼睛，还有脸说我？我对用毒一道并无研究，都是小草天赋异禀，暗中救我性命，就算被外人误解，也不冤枉。别跟他纠缠，此地不宜久留。看来小草在提醒我，掌门让我专程来送明清灵乳，炼魂宗不领情，我又何必自作多情？周亡灵，你就继续做瞎子吧，送我白跑一趟，告辞。虚情假意，我这就找宗主告状去。5天后，柳如烟飞抵苍冥海某处，这里已经聚集了30多名结丹修士，一半来自越国4大宗门，另一半都是他国修士，柳如烟几乎都不认识。此外，还有少量筑基修士夹杂其中，包括七玄门韩飞宇、先天剑体筑基中期，琅琊阁房元、武炫、越国2皇子筑基后期。嚯，好多结丹大修士，就我一个炼气期新手，感觉很难活过第1关啊！圣女别来无恙，我小小筑基，如今只能以前辈称呼你了。武道友言重了，等进了鬼母地宫，仙子可得罩着我点儿。鬼母地宫要开了！几名结丹后期修士率先遁光飞入漩涡，跟着结丹中期、结丹初期的修士陆续进入，直到最后那几名筑基修士才晋级。幸亏昨天速成过碧水诀，否则我一棵草直接被淹死。鬼母地宫秘境共有3关，低阶弟子到第1关就好了。弟子谨遵师伯教诲。鬼母地宫号称修士坟场，有些实力弱、运气差的结丹修士连第1关都过不了。我连当炮灰都不够格，我是不是该撤了？小草，放心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运气好，还能找到与你适配的水木双灵根。夜虾人只觉得心头一热，暖暖的。请如烟，我们也进去。如烟师妹，第1关传送地点随机，你可要当心哦。不劳师兄费心。贱人！柳如烟传送在一条阴暗的山洞里，名为黄泉道。哎呀，给我干哪来了？这还是海底吗？一滴水都看不到。巧啊，圣女姐姐。韩飞宇，你竟然也传送到这里？晚辈先到一步。此地鬼气森森，阴雾不少，可惜我的3光神水上次在血色谷地用完了。血色谷地临阵脱逃，你还有脸提？在下也是无奈之举。这主意太不老实，圣女姐姐要提防他。跟紧我。圣女姐姐，这把剑叫什么名字？尚未取名。住嘴！圣女姐姐也是你这个外人随便叫的，你应该称呼她前辈。2人在黄泉道中走了一段，四周的鬼雾变得越发浓烈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鬼雾浸染。这黄泉道似乎走不到头啊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鬼魈！
鬼骁有筑基后期的实力，人味儿。妈妈，我想回家。鬼骁看出韩飞宇实力更弱，再次一起扑向他。前辈救我！前辈大恩大德，还我下辈子跟你当牛做马。你就不该进来，死在黄泉道，你连投胎转世的机会都没有。先吃他！3只鬼魅改变策略，一起扑向柳如烟。超狂乾坤，乾坤无极降魔剑法。他在放大招，阻止他！大招前摇好长啊！结丹修士恐怖如斯。他们本以为战斗结束了，此时最惨的鬼骁渣渣重新凝聚成一具更加庞大的鬼物。柳如烟一剑劈过去，鬼物毫发无伤。这鬼物至少结丹中期的实力。完了，这一定就是鬼母。不是鬼母，最多是鬼母的一具分身。分身都这么强，鬼母本尊岂不是更猛？我跟你8次不合，每次组队下副本都遇到大 boss， 小命绝不能交代在这里。我主攻，你辅攻，有什么手段全部使上。好，前辈，祝升级愉快。可恶，韩泡泡，怂货，哪里跑？逃跑服是赝品，竟然连个全尸都没落下，该你了。果然，境界的压制力是难以逾越的。第一关就这么难，修士坟场真不是随便说说的。小草，我知道你一定舍不得让我陨落于此，你手里一定还有绝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唉，我现在还无法与人沟通，都是自言自语。你一定听得到我在说什么。我不许死，你也不许死，我们一定要活着走出去，要长长久久的在一起。我还要帮你修成人形。啊，好感动！难道这就是被爱的感觉？喂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关你屁事！猖狂！糟糕，圣女姐姐刚刚结丹，根基未稳，不是这鬼物的对手。虾仁本想用逆爆珠反击，但想到逆爆珠冷却时间半年，只能放弃幻想，撒出3光神水。这是3光神水。小草果然还有绝招，那是自然。若是一般阴物，3光神水的确可怕，但本尊可不怕这个。此地阴气极重，这个怪物随时可以断臂重生，根本无法断根。你看上去就很好吃。鬼母分身发起致命一击，虾仁果断丢出金刚符，硬生生扛下来。区解丹初期，身上哪来如此之多的宝物？废话真多！特效符，给我出3个太阳，晒死他！不！小草，你太厉害了！圣女姐姐她居然主动亲我，我不是在做梦吗？上一世铁女神，舔到最后一无所有，没想到在这里补回来了。恭喜宿主打败鬼母分身，通过第1关，奖励2000进化点，种族品质提升至玄草5阶，奖励6片新叶，奖励飞叶刺提升至高级，激活夜影分身。战斗中每片叶子能产生2片分身，附加研爆效果。嚯，夜影分身，8片叶子能变成24片，想想就很猛。这里太热了。飞羽何在？他已陨落在黄泉道。韩飞宇可是先天剑体七玄门未来的希望。他人称韩跑跑，这次没跑了，技不如人，没了就没了。第1关只是热身，第2关才真正上强度，存活率不到60%，修为低本事差的，还是别进去枉送性命。哼，你无非是想独占便宜。我记得上一次你们天剑宗差点全军覆没，那又如何？我2位师弟被炼魂宗暗算，这个仇我们没忘。哼，别费事了，就在这里解决吧，小老头。那就来吧。这绝逼气场压得我都无法正常进行光合作用了。萧道友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逞什么能呢？放你妈的屁！蠢货，你们往死里打，2败俱伤最好。姓冯的，你修为不高，心眼却是大大的坏。
彼此彼此。也不知道这次能否找到传说中的黄金宝库。别痴心妄想了，你这个不人不鬼的家伙！猖狂！第二关还没开始，这些结丹大佬就打起来了，只怕到了里面会更加凶险。师妹不必担心，第二关你跟着我和七长老就好了。他肯定又在憋什么坏事。滚开！老娘还有正事。鬼母地宫是一座巨大的地下迷宫，包含很多暗道和房间。众人组队之后，各寻机缘。地宫里机关很多，你们要当心。在七长老和柳师妹面前，我可得好好表现一番。老话讲，风浪越大鱼越贵，我来开个荒。不知道箱子里有没有宝物？野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看你还装不装逼？那是……多半有人遭到了不测。那剩下的箱子还要不要开？当然要开，不过不是你那种没脑子的开法。驱虫术有点意思，想学啊。没啥值钱的东西，宝贝都让之前的探险者都搜过光了。见着有份儿，真小气。传送阵肯定是通往地宫深处，地宫里机关很多，你们要当心。你小子刚还说风浪越大鱼越贵，来都来了，只在门口蹭蹭多没劲儿。你们若不敢去，原地返回吧。居然有地下金库！不对，这应该是传说中的黄金宝库，据说近500年来从未被人找到，居然让我们撞到了这莫大机缘。你这么多钱，我没做梦吧？这还修个屁的线啊！如果把这些宝物都搬回云岚宗，我云岚宗必成越国第1大势力，主宰一方天地。你时刻记挂宗门大业，不愧是酋长们亲手调教的大弟子。长老谬赞，届世宗门人人有责，我岂敢怠慢？瞧把你能的！七长老和尹俊清准备将财宝收入储物袋，却被柳如烟打断。等等，我隐隐感觉不对劲，此地财宝动不得。师妹当真是头发长见识短。是黄金宝库，好多极品灵石。哼，差一点就让你们云岚宗独捡大便宜。什么？这就是丢失100年的大月传国玉玺？你们皇室连传国玉玺都保不住，看来大月江山也做不了几天了。玉玺自然重要，但与民生息，敬天法祖，让所有人都各安本分，才是我越国气运长存的根本。你别说，这小子还挺有格局。废话少说，这么多财宝灵石怎么分？自然是修为高的多拿，修为低的少拿。呸！满嘴鬼话！你修为很高吗？依我看，苍冥海在越国旁边，属于越国地盘，这些宝贝就该归我们越国4大派。放你姥姥的屁！啊！放你姥姥的屁！这样搞破坏，不怕地宫塌了吗？苍冥海无边无际，怎么就成你们越国的地盘了？萧道友有何高见？老子没有高见，就将打，谁赢了宝贝归谁。一听他如此说道，在场的结丹初期修士和筑基修士无不惊惧愤恨。萧道友未免也太托大了，你不过结丹中期而已，本事就跟萧某比一场。老子还留着力气抢宝贝呢，谁要跟你拼命？蠢货！小兄，大家都是来探宝的，大生大死图个啥呀？我看谁也不要太贪，大家平分宝物如何？我同意。不行，你一个筑基期也配分宝贝？见者有份。再这么争吵不休，早晚会打起来。诸位，在下以为要讲先来后到，我们云岚宗是第一个发现黄金宝库的，所以宝贝让我们先挑。我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。众人一时想不出更好的点子，又不愿强出头为他人做衣裳，思量再三，勉强同意。不如这样，抓阄，谁运气好谁先挑。嘿嘿，我是以我先挑。其他人虽不甘心，但也只能愿赌服输。我先挑。你这泼妇岂有此理！
他们的，我是2号，该我挑了。你想坏规矩吗？狗屁规矩！老子的大宝剑就是规矩。当我怕你不成？几个打酱油的修士趁机抢夺宝物，全被普三通杀死。我操！地宫探宝变成吃鸡游戏了。现在没人跟我抢了。普三通正准备取宝，却被七长老阻拦。且慢，七兄，趁他们打生打死，咱俩把宝贝分了，岂不痛快？有理。结果普三通刚一转身，就被七长老从后面一剑捅了。你好毒！黑吃黑，比魔道还魔道。众人见七长老暗算普三通，纷纷停止恶斗，扑向七长老。枉你还自居正道，三二娘，不如你我联手，一起灭杀雪不死。这里便只剩下你我2个结丹后期了。这主意听起来不坏。他2人联手攻击血菩子，打得血菩子节节后退。小九、方道友，你们还在观望什么呢？我死了，你们也得死。萧柱和房百吉觉得有理，也顾不上什么正邪之分、门户之见，一起出手对付三二娘和七长老。打吧，同归于尽最好。地宫里太危险了，我得赶紧溜。房远取了几件宝物，趁乱溜之大吉，跟着萧炫也取了几件宝物飞出去了。有人跑了！云清、如烟，快过来帮我！我们结丹不久，跟这群中后期的结丹修士对战，讨不了好，不如取了宝物赶紧走。师妹，你意下如何？同意。他2人迅速将大部分宝物收入储物袋，正想飞出去，出口却关闭了。跟着地宫剧烈震动，巨大石块纷纷砸下。地宫要塌了！那还打个屁呀！撤！混战的5人立即散开，各自寻找出口。没有出口！完蛋鸟！宝贝都拿来吧！奴妇，把储物袋还回来！把宝贝都交出来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柳如烟灵机一动，将宝物尽数撤出去。那3人顾不上他，转身就去捡宝贝。地宫都快塌了，这些大修士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！检测到宿主失陷死局，即将嗝屁，系统被激活。奖励破空符1张，就近形成空间裂缝，可由裂缝传送至其他空间，传送地点随机，是否使用？留下来是等死，不如赌一把，使用。空间裂缝！柳如烟毫不犹豫，立即遁入裂缝之中，跟着裂缝便消失了。其他人则继续争抢宝物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何人擅闯本尊道场？难道是鬼母？不好，我们来错地方了。癞蛤蟆好恶心！无界妖兽，结丹中期的实力，难道这只癞蛤蟆就是传说中的鬼母？才结丹中期实力，应该不是鬼母。让本草焰焰成色，焰影分身，片化3片，biu biu biu，轰他娘的！就这点本事吗？孽畜，莫要嚣张！本草量大管够。叶下人一次性摘下3片叶子，瞬间分身成15片，一起射向癞蛤蟆。叶子竟然会分身了，看来小草一直在进化。可惜我的逆爆珠还在冷却中，不然我一个超级暴击让你化为齑粉。对了，我还有系统，筒子，快给我一点提示。当前宿主共有3000进化点，可尝试抽奖。赶紧给我全部抽掉！检测到弱鸡宿主再次命悬一线，提前解锁黄金盲盒，1000进化点可兑换1个黄金盲盒，奖励会更炸裂哦！黄金盲盒，抽一个试试看。1个黄金盲盒。尼玛，不要搞我啊！是否继续抽奖？人死鸟朝天，草生在于梭哈，给我抽！奖励万年灵乳1瓶，1滴即可瞬间恢复全身灵力。好东西啊，
再给我抽！奖励极品百兽丹1颗，能让灵兽瞬间提升一个大境界。我操，这个屌，这不赚麻了！正当柳如烟灵力即将枯竭之时，夜虾人取了一滴万年灵乳送入口中，他瞬间精神焕发，灵力竟然瞬间恢复。癞蛤蟆这种阴邪毒物，最怕至刚至阳之物，试试大攻击吧。储物袋真垃圾，快憋死本座了！去杀掉那只蛤蟆！还没有人敢使唤本座！不听我命令，我就捏碎精神牌，让你变成一只死鸡！尹老师，谢也求放过！饿了100年，本鸡终于也要吃点好的了。大公鸡用力夺癞蛤蟆的头，被癞蛤蟆反弹伤害。你什么档次也配与本座动手？你的鸡还是修为太低。这不巧了吗？我刚刚抽到一颗极品百兽丹。本座终于接单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小草，是你助如花解丹的吧？你简直太好了。帮你也是帮我自己。如花，让那只臭蛤蟆见识一下你现在的威力。好嘞！就是现在！竟是6阶妖丹，里面蕴藏的灵力如此充沛。半个时辰就到结丹中期了。 6阶妖丹当真不同凡响，不知你体内的妖丹是几阶，味道如何呀？如花，不许叫本座这么恶心的名字！此时大公鸡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威压从鸡头直灌鸡屁股。主人别杀我，这次我真的服了，今后任凭你去使。好吧，看你表现了。这是灵根须，没想到这只癞蛤蟆竟然是水木双灵根。水木双灵根，小草，你赶紧匹配一下。道爷，我成了！小草终于筑基了，你现在是水木双灵根。可我现在才是玄草5阶，只能自言自语，不能跟你说话。怎么回事？我感觉我的身体快要爆了。由于宿主之前长时间卡级，体内积攒了庞大的灵力，正在开启被动升级。叮，宿主升级，额外奖励跌境符1张，可令对手修为跌落一个大境界，持续3分钟。啊！我勒个亲娘嘞！这惊喜属实没想到。筑基中期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这叫厚积薄发。夜虾人，种族玄草7阶，叶子解百毒，灵根水木双灵根修为，筑基中期大圆满，所有技能伤害加20%，技能光合作用高级，每小时增加3个进化点，非叶子高级附加夜影分身。战斗中每片叶子能产生2片分身，均附加研爆效果，进化点4015，宠物万年灵乳1瓶，剩余量97%，下品凝气丸38，逆爆珠使用，飞燕剑暴击率增加100%，暴击伤害加500%，额外附加雷电效果，可令被攻击对象在10秒内无法移动，冷却时间180天。外面的道友神通如此强大，可否进来帮帮我？难道还有其他人在这里？你进来看一眼，不就知道了？来都来了，以我现在结丹中期的修为，没什么好怕的。柳如烟走入鬼母殿内，看见一个少女坐在古怪法阵之中，四肢全部被铁链锁住。姐姐救我！你是谁？怎么会被囚禁于此？我是越国上一代国王的小女儿，自幼便随师父修行。100年之前，师父带我来鬼母地宫探宝，所有人都死了，我被那只大蛤蟆抓住了，一直囚禁在这里。好惨！坐牢100年，属实有点惨啊。你想要我怎么帮你？你只要将祭台上的那个玉盒打开，这些锁链便困不住我了。玉盒上贴着一张符，他正要撕下那张符，突然小草从腰间跳到玉盒上，用叶子拦住他的手。等等，这张符不急着撕掉，此女的话是他一面之词。夜虾人的话，柳如烟听不到，于是他用叶子在他手心上写了4个字：小心有诈。柳如烟瞬间被点醒。我懂了。你快点把符撕掉，快点！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我看你不过筑基中期修为，那只癞蛤蟆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将你困在阵中？
他想要我做他的双修道侣，我堂堂越国公主宁死不从，他只能将我锁起来，饱受折磨。一只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。蛤蟆跟人类物种隔离，还能双修？既然如此，我放你出来吧。他伸手去拆符纸，再次被虾人拦住。唉，圣女姐姐就是心软，这以后在修仙界不好混啊。我就不一样，上辈子是个苦逼底层牛马，被骗过无数次。你说你是越国公主，可有证据？那少女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料到柳如烟会这么问。我就是越国公主，你为什么不信？你快点把那张符撕了，助我脱困。我让皇帝重重赏你，我们皇室什么宝物都有。看他这个反应，有猫腻啊！那你告诉我，越国皇帝姓什么？姓周。越国皇帝明明姓武，这小妮子绝对有问题，要当心。姓钱。你根本不是越国公主，你在骗我。说吧，你究竟是什么身份？哼，你根本不是越国公主，你在骗我。说吧，你究竟是什么身份？那少女见柳如烟迟迟不上当，彻底怒了，猛扑过来，但柳如烟早有防范，轻松就避开了。小贱人，唠叨个没完，给我去死！幸亏小草机警多留了个心眼，不然我可着了道了。都是上一世过得太悲催。若我所料不差，你才是鬼母本尊。是又如何？你是元婴中7大修师，皇女不吃眼见亏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柳如烟拔腿就跑。啊！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一只小妹不懂礼数，被元婴老怪活捉，生存概率几乎为0啊！本想骗你诸本座脱困，可你骗不上他。灵如此纯熟，吃起来味道一定不错。柳如烟急忙召唤飞剑向鬼母后身刺去，结果又被弹开。你找死！吞我圣女姐姐，你才找死！放开那个女孩！猖狂！休伤我主！蝼蚁，你竟是空灵根，修炼起来事半功倍，本座直接夺舍弃不更好？夜虾人突然想起兜里有张跌镜符，马上朝鬼母丢去。好，什么东西？我怎么突然掉到结丹中？果然好服，足足跌落一个大境界。但这个地 buff 只能维持3分钟。绝不能给他喘息机会！进来！啊！如花姬狂暴攻击！夜虾人将剩余的半瓶3光神水全部泼在鬼母身上，一人一草一击围攻鬼母。乾坤无极，降魔剑法！我不甘心！好险！这根肋骨看起来坚不可摧，若是炼入这把剑中，应该能增强剑的韧性和锋利度。修炼一途，凶险万分，幸亏有小草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以身相许如何？主人，我刚才也很卖力的，我掉了好多毛。我知道，回去奖励你。宿主通关鬼母地宫，奖励4000进化点，物种品级提升至玄草7级。哦，我离进化成灵草又近了一步。只要进化成灵草，我就可以和圣女姐姐说话了。姓名夜虾人，种族玄草7级，叶子结百毒，灵根，水木双灵根修为，筑基中期大圆满，所有技能伤害加20%，技能光合作用高级，每小时增加3个进化点。飞叶刺高级，附加月影分身，战斗中每片叶子能产生2片分身，均附加研爆效果。进化点4015，宠物万年灵乳1瓶。
剩余量97%，下品宁气丸38，易爆珠，使用分叶刺，暴击率加100%，暴击伤害加500%，额外附加雷电效果，可令攻击对象在10秒内无法移动，冷却时间180天。啊！这趟探险当真九死一生，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出来。幸亏有小草，我才能活着回来。往后余生，小草，我们一起走下去，好吗？这是爱的表白吗？夜虾人用脸蹭着他的手心，他浑身一阵酥麻，小脸也泛起来。小草，我明白你的心意了。本体原地躺平，照样长进化点。我爱死这种分身术了！你好好接着，我要把白剑练成本命法宝，还要把龟母肋骨练到剑里。下副本虽然爽，但只有回到这里才有家的感觉。我对炼丹多少有些心得，但炼器方面还是新手，需得谨慎些。本命法宝成了，以后此剑就叫白霜吧。师妹在吗？是苏倩师姐的声音。你竟然到结丹中期了！我在地宫里侥幸升了一级。我资质太差，一直卡在筑基后期，始终无法突破。看来只能等着作画了。师姐别灰心，降尘丹都是给我的吗？我最近炼制的宝仙，这也太贵重了。不过是些身外之物。师姐以前对我多有照顾，我很希望师姐能顺利结丹。好妹妹，我一定要结丹成功。这是我炼制的本命法宝，白霜剑。果然好剑。原子土的灵气快要被你吸完了，我得去帮你找一块更肥沃的土壤。谁说不是呢？我最近越来越觉得灵气不足，修炼停滞不前。系统，我现在攒了多少进化点？当前进化点总数为7千，可用来升级品级、修为或者抽奖。从来没打过这种富裕仗。虽然我很想开盲盒，不过这次全部给我升级品级，我只有进化成灵草，才能跟圣女姐姐说话。得令，正在升级中，恭喜宿主梭哈成功，获得翻倍奖励，品质跃升至玄草12阶。嚯，我现在距离进化成灵草，是不是只有一步之遥？对的，不过什么？古往今来，极少有杂草进化成灵草，成功率低于1/100,000。这么低？人类修饰进阶化神也没这么难吧？咱杂草还真是贱命一条啊！宿主也不必太过悲观，你能修炼至当前境界，已是万中无一的杂草了。全村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。我竟然无言以对，100万分之一的概率！贼老天，你对我们杂草还真是不公平啊！怎么突然打雷？柳师妹，别来无恙。尹师兄，原来你没事。那日地宫黄金宝库坍塌，你们是怎么出来的？问门七长老还有七玄门不散通，都不幸陨落。七长老没了。我侥幸死里逃生，可惜那些宝物全部葬在海底。倒是你，居然突破到了结丹中期，想必另有机缘吧？这时，他偶然瞥见旁边原子土中那棵草，大吃一惊。狗尾巴草也能到筑基中期？怎么瞧不起草？威力比之前更强了，看来这株草没那么普通。
不知师妹从何处所得，有没有培育其他幼苗？他该不会是惦记上我了吧？小草是我偶然所得，只此一株。既如此，我告辞了。小贱人一点面子不给我，着实可恶。还有那株古怪的狗尾巴草，得找个机会好好研究一番。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小子真没用，资质不比柳如烟差多少，修为居然被他赶超了。我看很有必要将你下沉到杂役弟子里去。杂役弟子是等级最低的弟子，这对尹俊卿无异于判死刑。并非弟子不努力，实在是柳如烟运气太好，总有机缘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运气太差的人如何做得掌门？看在你从地宫里带出的寿元果，帮我续了50-60年寿命。这颗6阶妖丹至少能帮你提升到结丹中期。多谢师尊。若浪费宝丹，自刎归天。徒儿绝不让师尊失望。师姐，你结丹成功了。是啊，多亏你送我3颗珍贵无比的降沉丹。二位师妹好啊，想不到苏倩师妹也结丹成功了，这倒是有点意外。尹师兄不也到了结丹中期了吗？我升1级，很奇怪吗？众所周知，你资质不佳，现在结丹成功，师兄自然也替你高兴的。师尊，见过掌门师伯。半年之内，你们3个晚辈全部结丹，实乃我宗幸事啊！正好弥补7长老意外陨落的亏空。不知师尊唤我等前来有何要事？的确是一件要事。七玄门大长老蒲三通在地宫陨落后，这几日听闻他们的太上长老姬无命也挂了，作画了。七玄门现在没有元婴修士坐镇，是难以立足的。越国其他3派早已有所行动，咱们也得跟上。师尊的意思，七玄门保不住了？保不保得住，要看各方势力博弈。但七玄门有一件镇派之宝，名叫求天尺，乃荒古神兵，让很多人眼馋呐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七玄门跟本尊一向交好，我们是不是该施以援手？援他作甚？师妹当真是妇人之见。柳师妹心地善良，不想落井下石，有错吗？修仙界实力为尊，灭门灭宗的事何其多也，哪来什么对错？七玄门没了，我们正好瓜分他的资源。眼看他们吵起来，裘天道没有立即阻止，因为他想看看3人的心性。够了，此次俊卿负责带队，一切见机行事，3天后出发。弟子定不辱使命。掌门，这瓶明清灵乳物归原主。啊，我不是让你专程去送给炼魂宗的吗？炼魂宗的人不懂感恩，不配拥有圣药。师妹，你居然擅自做主，违背掌门的命令。哎，算了，先不管这个，赶紧去七玄门。喂，臭鸡，有你这么吸的吗？原子土的灵气都被你吸光了。本座修为比你高，胃口自然比你大。哈哈，落汤鸡，你找死！大公鸡恼羞成怒，要啄掉虾仁的叶子，虾仁斗不过，在道场上左躲右闪逃命，一时之间鸡飞草跳，完全没了往日的宁静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境界的压制力果然不能小觑啊！这只大公鸡是你收的灵宠吗？不错，如花，若再欺负小草，我定不轻饶。小草，没事了。姐姐对我真好。师姐，你现在也结丹了，不如我们再将玉女心经演练一番。正有此意。结丹期就是不一样啊，双剑合璧，威力恐怖如此啊！想不到那日偶得这本残缺功法，双人合练竟有此等威力。可惜我刚刚结丹，根基尚未稳固，
拖你后腿了，不然会更强一些。我知道有个地方能帮你快速稳固根基，此地灵池蕴藏充沛灵气，师姐在水里泡3天，必定能稳固根基。太好了！他迅速脱光衣服，钻入灵池中。柳如烟将虾仁放入灵池，随后自己也脱了衣服，进灵池泡澡。我真的没有在做梦吗？无限风光再现风，一连3日，虾仁都流连在这般如梦如幻的神仙日子里，全然忘了修行大业，更不知今夕是何夕。 3日不见，2位师妹的修为似乎又精进了不少。可是服用了什么特殊大药，又或者在修炼某种秘术？大师兄，还是想想去七玄门的事儿吧。师尊说了，有我带队，你们一切要听我指挥。瞧把你能的！我宗与炼魂宗同为越国4大修仙宗门，何必落井下石，苦苦相逼？七玄门本来实力最差，现在连唯一元婴长老都嗝屁了，还有什么资格跟其他3派平起平坐？我看你也算是一条汉子，不如你带个头，全部加入我炼魂宗，前途光明。七玄门千年基业，岂能毁于我手？那你们就去死吧！哎，人都死光了，我看你还怎么嘴硬！你好狠毒！修仙界真是残酷啊！地层蝼蚁连苟活都是奢望。你们拉了我，无非是想得到我宗至宝求天池，但我就算死，也不会让你们得逞！笑话！你死了，我抽魂炼魄，照样能查出下落。师兄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我们一起出手灭杀了他！ 2个打1个，七玄门彻底完了。师兄，咱们要不要出手制止？哼，师妹糊涂呀，让他们拼个2败俱伤，我们捡漏，岂不更好？你们就老实待着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乱动。他话音刚落，柳如烟就飞上前去，帮蒲柳如挡下卓王灵的致命一击。柳师妹连我的命令都敢违抗，可恶！ 你的修为又不比他高，他凭什么要听你指挥？他这样胡来，会坏了师尊的计划。少拿师尊压我们！你柳如烟，你害我瞎了一只眼睛，这个仇我都没跟你算，你竟然还敢来！你活该！你们炼魂宗仗着自己实力强大，欺压同道，我不会让你们得逞。那你去死吧！ 卓王灵放出3只高级炼尸，朝柳如烟发起猖狂进攻。炼尸根本杀不死，柳如烟很快落于下风。柳如烟，我要将你撕成碎片，拘你魂魄为奴，方解心头之恨。卓少主下手这么狠，看来你还是不懂怜香惜玉啊！少打岔，这没你的事儿，一边待着去！你们就往死里打吧。 最后我琳琅阁来收拾残局。师兄，我来助你。胡柳如本想拦住小魔女，但此刻她身受重伤，有心无力。柳如烟遭2人围攻，只能勉力招架。我去帮他。苏倩正要上去帮忙，不料尹俊卿在后背打了一张定身符，一时动弹不得。尹俊卿，你卑鄙！他擅自行动，违抗命令，必须让他吃点苦头。柳如烟放出大攻击。 对抗3具炼尸，完全不落下风。攻击还是结丹攻击？若非他自己莽上去，我还真不知道他居然有这么多花样。同门师妹正被敌人围攻，你却袖手旁观，我瞧不起你！他话音刚落，嘴就被尹俊卿一张闭嘴符给封住。闭嘴吧你！拿公鸡当零售，这倒是稀奇啊。是点稀奇的，比宫里养的斗鸡有趣。 二皇子，你也接单了？柳如烟与卓王灵又斗了10来个回合，卓王灵暗自心惊。柳如烟之前的修为比我低，现在居然不落下风。云岚宗还有2个接单没上场，我若拼个2败俱伤，反叫旁人捡便宜。一念及此，卓王灵迅速收了炼尸，小魔女也停了手，双方暂时罢战。
不打了，看来姓卓的不想让我抢到。柳如烟，你我的账改日再算，随时奉陪。可恶！你定住师姐做什么？斗法凶险，我这是在保护她。多谢圣女仗义出手，闭门上下感激不尽。应该的。趁他们闲聊，卓王林突然出手轰开后山禁地的洞门，抢先飞入洞中，其他炼魂宗弟子也纷纷跟进去。不好，他们闯入幻灵洞了，那是本门禁地。求天尺应该就藏在幻灵洞里，我们赶紧进去。禁地里有许多机关，不如观望一下。师姐所言极是。糊涂，你们女人还真是头发长见识短。糟糕，机缘就在眼前，错过了岂不可惜？尹俊清说完便飞入洞中，二女也只好跟了进去。云岚宗三人飞到祖师祭坛，其他人已经先到。只见祭坛高处有一座七玄门创派祖师的雕像，手持长剑，活灵活现。祖师在上，是我的无能，才让外人闯入祭坛。哼，你们就算把头磕破，祖师也听不到的。还是乖乖交出求天尺，免受皮肉之苦。痴心妄想！再说我也不知道求天尺藏在哪儿，不然我早用它灭杀你们了。难道我们就白跑一趟？哼，我不信。这家伙毫无公德心，不怕遭报应吗？卓王林，你欺人太甚，我跟你拼了！放肆！师哥！尔等庶子擅闯祭坛，死！雕像再次挥剑，无数剑气无差别飞向众人，众人立即凝结护罩抵抗，低阶筑基弟子直接被斩杀。祖师爷显灵了！这雕像有元婴期实力，我们快退出去，出口被封死了。难道我们今天都要葬身于此？雕像应该有机关的，大家分头去找。别浪费力气了，你们今天都要死！柳如烟看着墙壁上一处怪异图案，伸手触摸，立即被吸了进去。她被吸到一间很大的密室之中，室内空无一物，阴森寒冷。饶是她有结丹修为，也哆嗦了几次。好冷啊！汝是何人？你一把剑也会说话？本草好歹也是生灵，我都不能说话了。阁下，莫非是剑灵？不错，此间乃幻灵洞最深处，名叫死源之地。任何闯入者，都将做我剑下之鬼。子健说着就冲过来，他举剑抵挡，立即被击退。威力好强，恐怕有元婴初期实力。七玄门元婴长老都作化了，单凭剑灵还能有元婴神通？子健再次飞来，他避无可避，只能硬接，一下就被打到重伤濒死，昏迷不醒。圣女姐姐好像没有生命体征了。多么完美的躯壳，用来夺舍太合适了。老夫在这把剑里困了600年，终于有机会重见天日了。什么？又要夺舍？雕虫小技，皮肤撼树。系统有没有克制剑灵的武器啊？宿主上有一瓶万年灵乳，生育量97%，可以用来兑换一件克制剑灵的专属道具，是否兑换？兑换。万年灵乳已回收，获得万磁专符1张。万磁专符？什么鬼？哇，原来是块吸铁石啊，有点意思。剑被吸住了。万磁专符只能使用1次，宿主需尽快带柳如烟离开死源之地。圣女姐姐命悬一线，我要先救活她。夜虾人摘下剩余的4片叶子，全部送入柳如烟口中，他依然没有苏醒。糟糕，他的伤太重了。虾人拼尽全力，连续新生24片叶子，全部送入圣女口中，终于将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感觉快要被掏空了。虾人把兜里揣烂了的38颗下品灵气丸服下，勉强补充了一点体力。由于宿主过度透支元气，修为跌落至元气初期，品级跌落至玄草10阶。修为跌了可以再练，品级掉了可以再涨，但圣女姐姐只有1个。小草，我刚才好像死了一回，感谢你把我救回来。满满的幸福与甜蜜在夜虾人心间荡漾。我会帮你尽快恢复修为的，我们以后不分彼此。这么强！若不是这把剑含铁量太高，区区万磁春符休想困住本座。小贱人，受死吧！又来2个送死的。
师妹，原来你在这里。这把剑莫非是齐玄门的紫霄神剑？哈哈哈，终于有个识货的。见我志在必得！再这一劈，几个都要死。剑里有元婴初期实力，师姐，你我双剑合璧，方有一战之力。随后他俩运转玉女心经，双剑合璧，将紫霄神剑击退。不错不错，本座600年没遇到对手了，嘴里淡出鸟来，你真合我的胃口。紫剑再次冲向他们不敢怠慢，双剑合璧，连战数个回合，紫剑最终压制。元婴大能的恐怖压制力，果然不是随便说说的。凭我们3个结丹，战胜不了元婴剑灵。结丹的机正好在你附近。你不要过来呀！筒子，你现在有多少进化点？当前进化点数5012。嚯，有点富裕了。可否兑换一张万磁砖符？不可，万磁砖符是稀有符宝，只能用顶级的宝物交换。顶级宝物？我兜里只有一颗逆爆珠啊，拿逆爆珠去换有点肉疼，还是全部开黄金盲盒。已兑换5个黄金盲盒，正在抽奖中，开出30进化点，开出破功符1张，中立时空，开出1000颗中品凝气丸。开出生神造化丹1枚，可瞬间让人起死回生。开出顶级技能书万叶归宗，可将飞叶刺技能提升至顶级，掌握万叶归宗技能。万叶归宗是不是像万剑归宗能放出满屏的叶片？理论上是这样，叶子越多攻击越强，但鉴于宿主修为太低，目前单次最多操控40片叶子。修仙界实力说话，我必须马上提升修为等级。叶虾人一口气服下1000颗中品凝气丸，等级直升到筑基后期大圆满，还长出4片叶子。本草距离结丹只剩半步之遥。宿主当前可一次操控80片叶子，我现在光板无毛，1片叶子都没有。鉴于宿主第一次掌握万叶归宗，额外赠送叶子大礼包1份。叶虾人立即开启大礼包，获得500片叶子。在成功进阶元婴级之前，宿主需要多多储存叶子，以便正常使用万叶归宗技能。这个简单，我现在还需要1张万磁砖符，就用生生造化丹兑换。成功兑换1张万磁砖符。此时3人一击仍在苦苦支撑护盾，叶虾人一击中出万磁砖符，将紫剑再次击退。搞什么？又被吸过？是我万叶归宗，全军出击！叶虾人一次操控80片叶子，同时逆爆珠附加1%跑暴击率，欧姆被暴击伤害，将紫剑炸断。你毁了紫霄神剑，简直暴殄天物！没想到小草又进阶了，是你救了我们的命。一株狗尾巴草居然能突破到筑基后期，肯定有非凡神通，我必须得到你。神剑已毁，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看。此时断裂的紫剑重新融合在一起，光华闪过，竟变成一把白色尺子。这是求天尺，求天尺乃荒古神兵，我云岚宗重回巅峰有望。哈哈，这是琅琊阁的东西，如今物归原主。这明明就是七玄门的镇派之宝，你可真不要脸！荒古神兵，唯有能者居之，你们拿得，我们也拿得。说得好，你们要是谁抢得过我，他就归谁。众人面面相觑。道友哪里去？师尊，又有好戏看了。求老道你拦不住我。上次见你才结丹后期，想不到居然也能进阶元婴。不过你根基尚浅，还是乖乖将求天尺留下。你以为老娘怕你？还给我！旁边的人生怕被踩死，远远躲开。我还是头一回亲眼目睹元婴大战。大家同属越国4大修仙宗门，何必为此伤了和气呢？不如罢战，将求天尺还给齐玄门。放屁！齐玄门没了元婴长老，还有什么资格跟其他3派秉争？听裘天道满嘴喷粪，丝毫不顾体面。柳如烟和苏倩顿感人面无光。没想到一人一自居的云岚宗也是落井下石的货色。只怪你们这些齐玄门的后辈不争气，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进阶元婴，猖狂！一个大招将武打的出血，夺回求天尺。师尊，原来你还活着！你不是作画了吗？竟
是你们大闹齐宣门，我弟子众多，你们都要死！齐前辈，误会，我就是个看热闹的，我可没上过齐宣门一根汗毛。没种的东西！元婴中气，恐怖如斯。我也是跟我叔父来看热闹的，什么也没干。这只是姬无命的残像，不是本尊。不然姬无命已经死了，差一点就被唬住了。残像，残影的功力在下降，大家一起上，灭掉残影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走也！走不了。爹！众人见姬无命的残影，瞬间灭杀琅琊阁2名结丹修士，无不骇然。果然元婴之下皆蝼蚁。哇！残像吞下金丹，实力又增强了。邱老道，你怕什么？残影只是短暂变强，撑不了多久。元婴老怪打架，随便磕碰一下，都不是我等结丹可以承受的。速速离去！没有出口，咋个出去？分头去找出口。何必多此一举？虾人丢出破空符，旁边出现一小块空间裂缝。空间裂缝！大胆！在空间裂缝消失的瞬间，姬无命的残影也遁入虚空之中。其他人没赶上趟，无不愤慨懊悔。这种地方怎么会突然出现一道空间裂缝？柳如烟被残影追杀，他恐怕活不了了。不管柳师之是死是活，反正你炼魂宗别想得到求天尺。嘿，走着瞧！我们也走吧。父兄，齐宣门如今势力衰微，拿着求天尺只会引来杀身之祸。你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归顺越国皇室。皇室乃越国第5大修仙势力，为求自保，也只能寄人篱下了。王二皇子不弃，齐宣门甘愿归顺皇室。很好。尼玛，又干哪来了？这还是我妹？你怎么跟过来了？感觉要完了。割裂虚空，好手段，立刻去死！沙漠里毫无灵气，你只是姬前辈的残影，存续不了多久的。又要狡辩！柳如烟放出大攻击，联手对抗残影，同时夜虾人操控80片烈火，万叶归宗连续攻击残影。3打1，渡江路特。前辈，你现在只剩结丹中期的修为了，再拼下去也是徒劳。晚辈带走求天尺，也是为了救蒲六如。姬无命突然停下，面色惨然。他也知道单凭蒲六如是保不住求天尺的。这么说，你还是一片好心。好心谈不上，但齐玄门应该暂时保住了一缕香火。罢了，齐玄门衰退至此，我负主要责任。这求天尺跟你有缘，你就留着吧。待他日若齐玄门有危难，还请你施以援手。没有问题，我可以出手3次。好，马子头，过来。夜虾人浑身一激灵，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被顶住。他叫我过去，是要做什么？夜虾人正在犹豫，突然就被姬无命吸了过去，跟着头顶一股暖流注入，夜虾人顿感心痛腾腾，精神大振。恭喜宿主意外获得大机缘，成功进化成灵草。我终于进化成灵草了。由于宿主进化成灵草，解锁灵犀术，可以跟所有物种用暗语沟通。意思就是我能够和圣女姐姐说话。是的。圣女姐姐呀，小草，是你在叫我吗？是我。你终于学会说话了，太好了。妈，谁叫我的花名？爹。我操！一棵狗尾巴草会说人话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！尼玛，信不信我再把你烧成烤鸡？哼，你真没劲！我跟你开玩笑呢。也是越来越好，下一步就看啥时候修成人形了。主子，有水喝吗？我快渴死了。水我没准备哦，先想办法离开沙漠吧。已经飞了10天了。连沙漠的边都没看到，关键体内灵力也要耗尽了。堂堂结丹中期大修士，最后因为灵力枯竭，死在沙漠里，变成一具干尸后被人考古，想一想就特别有趣。呸呸呸！草嘴里吐不出象牙。这时，他突然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一座城，于是立即加速遁了过去。清绝国，从未听说世上有这个国家。说不定我们被传送到另一个修真星球了。此地几乎感受不到灵气，来往百姓也都是凡人。先进城吧，找地方吃饭，本机快要饿死了。柳如烟进了城，向路人打听基本情况，得知清绝国是个沙漠中的小国，只有一座城池，没有国王，只有城主。出了此城，再往西走500里就可以离开沙漠。今晚就在城里安歇，明日再走。
凭什么你这个狗尾巴的草命这么好？本姬严重抗议！抗议无效，你一个灵宠还敢有非分之想？死草，臭草！我诅咒你，永远也修不成人形！什么情况？柳如烟快速穿上衣服，走出悦来客栈。只见街上飞沙走石，路人在仓皇奔走，寻找避难之处。客官，玉太岁来了，要吃人的，快进屋躲起来！玉太岁，你再不进来，我关门了。就在此时，头顶昏黄的空中，黄沙漩涡中出现一只细长怪物，长毛獠牙，眼眸金光。长成这个样，也好意思叫玉太岁，比例完全不协调啊！缝合怪吧，这是，简直馋爆！去！谁在这里打扰本座修炼？我操！一个长毛怪兽，怎么说话跟个太监似的？好胆！没想到在这片毫无灵气的沙漠里，竟能碰上7阶妖兽。7阶妖兽，实力堪比元婴初期了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不怕，只是单独来送造化。长款！我勒个丢！你是仙人呐！双方激战没几个回合，柳如烟从怪物击倒。7阶妖兽，恐怖如斯。女人，你看上去就很软，不如与本座双修如何？呸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圣女姐姐，你现在灵力所剩不多，要速战速决。虾人一语点醒局中人，柳如烟马上举起求天尺，拼尽全部灵力，只一击就将怪物劈成2半。我操！元婴初期的怪都能秒，荒古神兵果然威力惊人，怪不得他们都想得到求天尺。这不可能！大意了！怪兽的精魄钻出身体，想要遁走。柳如烟果断丢出灭魂幡，将精魄吸收。灭魂幡重回天级法宝了。大仙，你救了我们呐！这3年来，玉太岁吃了好几百口人。沙漠中养不出7阶妖兽，他应该是从别的地方跑过来的。此地没有灵气，不可久留。我知道。仙爷有礼了，我是清绝城城主，仙爷大展神通，诛灭妖孽，必城上下无不感激。这是我的爱妾半年前受的妖孽惊吓，疯癫至今，不知仙爷可有解救之法？我对医术不甚了了，但可以去看看。有劳仙爷了。晚上，柳如烟跟随城主来到他小妾的卧室，只见小妾躺在床上，青面白发，形容枯槁，不似活人。我操，人都快成僵尸了，这是吓出来的。看起来应该是中毒。中毒？我现在灵力快要耗尽了，恐怕无力救他。仙爷无礼，我收集过一点灵石，或许能帮上忙。柳如烟顿时眼前一亮，灵石？这不是普通灵石，你从哪里得到的？是从天上掉下来，在下也搞不懂。柳如烟不再询问，她只吸收1块粉色灵石，浑身灵力就完全恢复如初。好东西。柳如烟开始对床上的小妾施法，却遭到反弹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叶子解百毒，让我试试。我已经是灵草了，叶子居然解不掉这个。小心！这么多虫子！原来不是中毒，是中邪了。我操，什么鬼啊！本座好不容易找到一具绝佳的寄生体，是哪个王八蛋坏了我的好事？我想起来，你是大祭司。什么大祭司？传说1000年前，本地还是一大片绿洲，灵气充裕，建立过圣级一时修真王国。后来大祭司作乱，虽然被镇压，但也毁了繁盛的清绝国，以至于变成今日这般模样。我在石壁上见过大祭司的画像，就是这张脸。错，本座当年为求永生，的确用了点黑暗手段，最后遭到围攻，身虽死，灵魂不灭。但需要寄生在活人身上，只需要再过3天，本座就大功告成。
而你却来捣乱。邪修害人不浅，今日定要为民除害。柳如烟祭出囚天尺，照样灭杀不掉这群飞虫。本座无形无质，你杀不死的。囚天尺居然不是万能的，万物相生相克，这些虫子其实是死物，乃大祭司阴魂所化，不如用大公鸡试试。一语点醒梦中人，柳如烟立即召唤出大公鸡。臭鸡，开饭了，圣女姐姐给你准备的晚餐。好吃，爱吃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滚开！舒服。我又突破了。想不到咱家如花也有这等机缘，可喜可贺。臭鸡，不许升级比我快。哼，闭嘴！多谢诸位仙爷救命大恩，洒水啦！此地千年之前是修真王国，应该有传送阵吧？传送阵倒有一个，但年久失修，不晓得还灵不灵。快带我去！此传送阵荒废已久，仙爷尽管使用。既然完好无损，就是不清楚会被传送到什么地方。不管去哪里，总比困在沙漠里强。恭送仙爷。